词汇表里有多少个字，向量它就有多少个维度，所有的维度之间只有一位数字是1，其他的都是0。拨开世间万象，解密背后真实。大家好，我是野生 AI 产品。今天我们就来点亮 DeepSeek R1 网络结构中的第一个模块——词源化模块 Tokenization。我们在使用大语言模型的时候，会发现它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：我们输入语音、图片和文字，它能理解我们的意思。实质我们之前讲过，神经网络它本质是一个函数，它只能处理数学问题。为什么我们输入这种文字、语音和图像，它也能理解呢？那是因为像 DeepSeek 这样的语言模型，在神经网络之前，一般会有一个模块来负责把输入的内容转变成数字，数字那个神经网络就可以处理了。这一个处理把输入内容转换成数字的，就是词源化模块 Tokenization。 乍一听下来好像特别神奇啊，为什么我这个文字也能变成数字？文字应该怎么用数字来表达？其实这个活我们以前就干过，现在每天都在用，那就是键盘。我们在电脑和在那个手机上输入的时候，输入的也是文字，也就是我输入的一句话 ，UP 主讲的真好，实际上输入都是打字嘛。那打字之后，像我们手机，它实际上也是芯片，它是理解不了这个汉字的。我们实质也是把它转成数字，让这个芯片来进行运算。这一个转换过程，我们用的是 ASCII 编码 （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），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编码。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像这样的 Excel 表格，然后我们敲击对应的这个键盘上的字母和符号的时候，会通过查这个表格，把对应的这个符号转成相应的数字。比如说，在我们敲小写的 A 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数字97，我们输入句号的时候就会变成数字46。通过这样把我们敲击键盘上的对应符号转变成数字，传输给手机的芯片或者计算机的芯片，这样电脑中的芯片它才能理解我们输入的到底是什么内容。实际就是一个 Excel 表格，把键盘上的每一个按键跟数字一一对应起来。ASCII 编码表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字典，那芯片收到了这个数字之后，去查这个字典，就知道这个数字对应的是哪一个字。同样的这样的处理方式，词源化模块也是这样，我们把每一个文字都跟一个数字对应起来，形成一个字典。那神经网络收到了数字之后，就去查这个字典，字典里面就会标出来这个数字到底对应的是什么文字，进而神经网络就能理解输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了。这个代表数字和文字对应关系的这个字典就叫做词汇表 vocabulary。 因为神经网络它的输入层就是一排的神经元，我们编写这个字典词汇表的时候，就利用这一个特点，每一个输入的神经元都对应一个确定的字典的字。当这一个神经元信号为1的时候，其他神经元的信号都为0，就代表输入的是这一个字。R 这个字就可以表示成1000000000，做这个字就可以表示成00000001000000。这样的一排数字，我们在数学上就叫做向量。发现没？这个表示方法非常的简单粗暴，就是对应这一个字的这个神经元这一位是1，其他的都是0。这样的表示方法就叫 one hot 独热编码。词汇表里有多少个字，向量它就有多少个维度，所有的维度之间只有一位数字是1，其他的都是0。有了这个字典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文字转化成向量，再输入到神经网络中，就像这样。在这一个词汇表，每一列就代表这个字对应的这个向量是多少。然后比如说我们输入的是 R， 它是第一列，把第一列的这个数字拿出来作为这一个输入到神经网络的信号，就是1000。神经网络的输入层刚好就有这么多个神经元，除了第一位输入是1之外，剩下的都输入0。这个表达方式非常简单的，可能有小伙伴会疑惑，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数字编成
0123456782要弄一个向量搞得这么麻烦呢？很好的问题啊，我们下节视频来详细解答它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节再见。了解更多大模型细节，关注一下再走哦。我是野生 AI 产品，陪你一起成长。